关注大度，一百富。What is up？ 我是大度。我在4个月前体验过了一把，就是那个地表最贵的游戏本，来自 ROG 的冰刃7双屏。我记得当时还小火了一把。当时也就是觉得好玩嘛，随手就拍下来，没想到第2天就火了。今天这个视频能不能火，就要看一下我手边的这台来自独占了7945HX-X3D CPU 的魔霸 G Plus 超能版，而且它搭配的是4090显卡。我们就看看这台机器今天的表现到底会炸裂与否，好吧？以及这个视频能不能火呢？还是要看一下正在看视频的你对这个视频的3连能否炸裂一下。参数我打在旁边了，机器已经用了快1个月了，感受就是除了 AMD 牛逼和 ROG Jazz 以外，我真的想不到啥形容词了。你看到下巴的贴纸上写的 3DV 擦车128兆的 L3 缓存了吗？所以提前总结一下，它就是我用过最强的游戏本，而且说游戏的表现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简单的说一下它在外观、屏幕、外设接口、重量到底表现如何吧。外观部分，这台魔霸7 Plus 超能版继续延续了之前的设计，斜切线的元素贯穿了这台机器的各个角落，可发光的大眼睛 logo、键盘的 RGB 以及 U 型的底盘灯带。作为电脑界的登场 ，ROG 的 RGB 在亮度和花样上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屏幕是17.3寸的16:9比例的屏幕，2.5K 分辨率，刷新率是240赫兹，100%的 P3 色域。转轴部分，下巴2指，左右巴很窄，上巴也很窄，但有个上刘海在中间。刘海里面内嵌了摄像头和2枚麦克风，实际的表现如下。我是大度。这个 C 面的键盘，如果我今年的记忆还算比较正常的话，那它就是我今年用过的最好的笔记本键盘了，同样也没有之一。除了全尺寸的布局以外，在 F 功能键上方还有5枚可以自定义的快捷键，键盘的功能性非常好。其次，它的键程高达2毫米啊，按键的回弹也很有力，是那种会推着指腹走的感觉，打字的声音很舒服，听着就很润、很扎实，不刺耳。再加上键盘 RGB 的亮度和样式都很骚，不开玩笑的说，它的码字体验已经比我用过的很多薄膜键盘要好了，所以更别说其他笔记本了，基本上来一个就是秒杀一个。触摸板的面积中规中矩吧，毕竟这么大的机身了，但是滑动的触感、按压的回弹和声音都是很挺的，放心用就行。C 面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掌头部分，它的这个磨砂材质手感呢是真低好，但是呢也是真低粘指纹，所以得经常擦，没有通过我设置的极为严苛的在笔记本面前吃粉的测试。地面啊，我很少会说笔记本的地面，但是 ROG 真的就是那种在地壳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给我塞一些戳我基点的设计。首先斜切线继续贯穿，连脚垫也没有办法幸免，脚垫上面又各自刻印了一些神秘的文字，两边的扬声器也加了防尘网，细是真的细呀。扬声器的表现呢如下。接口部分，左边2个 A 口，一个音频接口，尾部充电接口，网线 HDMI 和2个 C 口，右边没了。对，又没了。我只想说，大哥，你这么大的一台机器，在右边加一个 A 口，一个 C 口的话，那这台机器的接口不就完美了吗？机器是17.3寸的，确实这个大尺寸的屏幕打游戏啊、观影的沉浸感很爽，但是代价就是机器的裸机重量来到了2.9千克，适配器1.1千克，旅行重量8斤，基本告别柔弱的女生，甚至柔弱的男生可能也会比较费力啊。第二，性能，首先还是不免俗的跑几个理论性能。223小跑一下 CPU， 单核1953分，多核33459分，比一众蓝厂的真 i9 的机器高了10%左右。Dimespy 显卡能跑到22028分，是我那台拯救者 Y9000P 的满血4060的2倍多一点点，甚至超越了去年桌面端的旗舰卡3090 Ti 的分数。所以呢，我已经按捺不住要去测试游戏了啊！先说单机，赛博朋克2077 2K 全高特效，光追次高 DLSS
次高，1080P 可以跑到128帧，2K 110帧，4K 居然可以跑到60帧。开了 DLSS 3之后，4K 的画质可以跑到88帧，终于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夜之城4K 高画质玩耍了。哦天啊，爷的青春结束了。地平线5更屌，全高特效高光追，不开 DLSS，1080P 可以跑到163帧，2K 跑146帧，4K 居然可以跑到109帧，在笔记本上实现 4K 全高特效加光追的高刷地平线5，这个是目前我摸到的第一台可以跑满我这台 ROG 的 PG42UQ 的 4K 高刷显示器的笔记本，只有 Newbility 可以形容了。这次除了传统的2个游戏以外，我还花了大价钱测试了大热的星空啊，结果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众生平等。2K 全高特效在太空场景可以跑到80帧上下，城市里面只能维持在60帧左右，这个和我看其他的那种用更低 CPU 和更低显卡的人跑出来的帧数是大差不差的，就这个成绩怎么说？我知道不怪这个机器啊，我现在就只想问一下星空，就是可以退钱吗？那问一下，就是针对网友在群里爆发日你妈退钱的控诉，您是怎么看的呢？你干嘛？网游部分 CSGO 测试图全高特效，1080P 可以跑到668帧，2K 跑到514帧，4K 可以跑335帧。这些游戏我觉得就不要想了嘛，你直接拉满 4K 爽玩就行。同样的情况延续到英雄联盟还是一样的，不管什么分辨率，你都直接是高刷敞开玩就行。我觉得就是网络游戏这一类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 8K 的玩耍了，但是 8K 太贵了啊，副歌可以试一下。最后就是还是提一嘴，就因为我没有那个条件去实际的按我的标准去跑那个英特尔 CPU 的4090显卡的机器，但是呢，有很多比我专业很多的博主啊，已经测试过了这台对比英特尔的那些机器，基本上就理解为领先13%左右的游戏性能就可以了，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然后生产力部分，每一次做视频我都会不厌其烦的强调，我就是个影像工作者，所以说平时就只用 PR 去剪辑视频，以及 Lightroom 来修图。先说剪辑啊，7945HX3D 的16个帧大核，在应对我平时拍摄的各种 4K 60帧、120帧的高码流视频是完全没有必要操心的。我实际体验也是啊，剪辑我这种规格的视频完全是杀鸡用牛刀了，不管是预览、拖动、修剪、调色等等都是丝般顺滑。再加上这台机器的键盘很好用啊，温度很低，屏幕很大，所以日常用它剪辑的体验是远远比我的14寸的绝影好的。导出一个5分半的 4K 30帧40兆码流的成片，也就是现在我上传到视频网站的这种，耗时仅为118秒。4090的显卡加速着实是猛啊，几乎比4060的机器快了1倍。真实的案例啊，就不知道这个 PR 最近是怎么了。我前几天在广州出差的时候，当时我在用我的这一台小绝影导出我的小米13 Ultra 的那期很长的评测视频，然后第一遍忘记勾选了字幕，第二遍导出的时候是黑屏，我直到第3遍才导出成功。为了等这个成片，我和婷姐真的就硬生生在酒店里面多等了1个多小时啊，直到晚上才把这个视频导出，可以出去玩。但还好那碗的牛杂包很好吃。如果当时我用的是这台机器而不是这台，那里外里可以给我节约1个多小时的导出视频的时间啊！再次推荐一下我刚才说的那家广州的北京路那家牛杂包，真的是爆好吃，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四川人在广州的复活点。跑题了啊，我们再说一下修图。修图主要是吃 CPU 和内存性能，刚才也说了，7945HX3D 的全大核是真低猛啊！再加上这台机器本来出厂就是32G 的内存，所以在批量修104张，我之前拍摄的24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图片时，也是丝滑得彪彪的。可以这么说，就是除了我打开软件的时候等候了一会儿以外，我在日常修图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察觉过任何可以让我不适的卡顿。更暴力的是，在修完图后导出这104张图片，只用了56秒，这个成绩有多夸张我不想说了，直接上图吧，遥遥领先。4个大字我已经说得很累了。第3，散热、扩展和续航。为什么这台魔霸7 Plus 超能版能在刚才的整个性能表现那么
么屌哈！我觉得除了它的这个7945HX X3D 的 CPU 加4090确实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以外，17.3寸的巨大机身啊，因为你们知道的，机身越大散热越好做。这台机器完美印证了什么是大就是好，好就是大。单考10分钟 ，CPU 会稳定在91瓦 ，GPU 稳定在175瓦，就没有掉过。在机器高负载时测出的人耳位置的噪音也仅有46分贝左右，在我测试过的游戏本里已经是很低很低了，温度更天妈离谱。我反复测试了很多次，就很少遇到过键盘温度超35度的情况发生。比人的体温还低啊！不仅是游戏本，就算是对比轻薄本，这台机器就是我用过历史上键盘温度最低的机器，比之前的最低温度的那些轻薄本还低了接近10度。扩展部分就不多说了，原厂自带2条16G 的4800兆赫兹内存，组32G，硬盘来自海力士，跑分入图。机器还有多的一条 M2 接口可以加装，都是常规配置，我就不多逼逼了。续航部分其实我本来是不会抱太大希望了，因为毕竟机身那么大，屏幕那么大，还有那么强的性能。但是这台机器着实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吧。关闭独显，打开省电模式，码字、看视频、听歌，直到没电，总共坚持了193分钟。对于这种带出去频率比较低的大尺寸笔记本来说，这个续航足够我写一个笔记本电脑视频的稿子了，所以说我觉得还行吧。但是这种本子就反正老实带好充电器就行了。第4，总结还要怎么说呢？生产力堪称暴利，游戏呢也是直接顶满。不夸张的说，这个就是地表的最强游戏本，没错了哈。作为目前市场上唯一一台7945HX3D CPU 的机器，这台魔霸7 Plus 超能版，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给它找一个可以对照的东西来对比，所以呢，今天的视频就只能好好的讲一下我一些很主观的感受吧。我背后的这台 ROG 的 PG42UQ 4K 高刷显示器啊，42寸的，超级爽。但是其实我很对不起它，因为用了2个月了吧，我从来没有用 4K 的3A 大作在它上面跑满过。那么今天的这台魔霸7 Plus 超能版总算是满足了我的这个执念了，再加上它很低的噪音和温度控制，这么说吧，经常看我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只玩赛博朋克、地平线5、CSGO 和英雄联盟这4个游戏。但自从这台魔霸进了家门，我的 Steam 和 Xbox 的游戏库就从来没有那么满过。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游戏党啊，想要体验 4K 高刷的全高特效、高光追的3A 大作，那我觉得也不用多说了，就这个了吧。那么 OK， 这就是我对这台来自 ROG 的魔霸7 Plus 超能版的一个使用体验了哈。如果你们对我的视频或者是机器有什么问题、建议、意见，欢迎你们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打出来。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笑又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度，一夜暴富，好吧 ？Peace。